你有没有想过，当下一次金融风暴来袭的时候，你会是受害者还是获利者呢？那今天我要来介绍这本真的是彻底改变我的投资思维，甚至是看待人生各样问题的方式，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反脆弱 Anti-Fragile。 那在今天的影片呢，我将要分享反脆弱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还有作者是如何看待风险这件事情，以及我要介绍反脆弱这个观念呢，如何实际上协助我做出投资决策。OK， 那我们就开始吧。嗨，大家好，我是在阿联酋做了10年物业管理的米艾拉 Mira。我想要在我的频道呢，跟你一起学习致富这条路上会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希望帮助你看到台湾以外的各种机会。开始前，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风险可预测还是不可预测？还记得我之前在上一支影片介绍过的18年景气循环。那在那本书当中呢，作者阿希 Patel 就强调说，其实我们的景气是依照固定的规律在进行的。那他归纳出大概18.6年，景气就会经历一波涨，然后再跌，这样子的景气循环。也就是说呢，这股市、房市它是可以预期的，是有迹可循的。那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则是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作者认为呢，风险是完全不可预测的，特别是那些发生几率很小，可是一发生呢，就会带来巨大改变的这些事情呢，我们最多只能知道说，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不是这种高风险的时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风险实际上会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所以与其想要去预测风险发生的形式跟时间，不如增加我们自己能够面对风险的能力。那就像一刚开始影片说的，这本书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反脆弱，也是在风险管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本书。Nassim Taleb 塔雷伯呢，他最出名的观点就是风险不可预测，那也是风险不可预测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那也许听到塔雷伯可能还会有点陌生，可是只要讲到黑天鹅，我想大部分的人就一定会有听过。那提出黑天鹅效应这个观念的就是塔雷伯。所谓的黑天鹅效应呢，就是指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可能会发生的这些事情，但在某些时刻它就突然发生了，而且这些事情呢，都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那很重要的一个黑天鹅事件就是2008年嘛，雷曼兄弟倒闭的这件事情，或者是2020年新冠肺炎这件事情，还有近期的像是乌俄战争啊这些。那可是光是知道风险不可预测，这还不够啊。于是塔雷伯就写了《反脆弱》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风险不可预测，可是这件事情没关系，无关紧要。重点是，当你在遇到不确定性，当你在遇到风险的时候，还能够获利的这个能力，塔雷伯就叫做反脆弱。介绍完这个响当当的作者，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实际上在讲什么吧。为什么连快思慢想的作者卡尼曼都认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我想大家听到这个词反脆弱都觉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其实简单的来说，反脆弱就是脆弱的相反。那很多人说脆弱的相反就是强固啊、韧性啊，就这些，可是他说都不是。他找不到能够很精确表达出什么叫脆弱的相反的这个东西，于是呢，他就发明了这个词叫做反脆弱，那英文就是 Anti-Fragile。 所以我们要了解反脆弱这个词的时候，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脆弱。脆弱当然就好理解多了嘛。所谓脆弱呢，就像是一个玻璃杯，当你把它丢到地上的时候，这玻璃杯就会碎掉。代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脆弱这种东西它不喜欢变动，它不喜欢波动，因为它只要一遇到波动，它就很容易会被破坏，很容易碎掉。那相反的呢，什么是反脆弱？反脆弱就是当外界有波动的时候，它不会受到伤害，它反而还能够从中获得利处。也就是说，它不怕外在的波动变动，而且它反而能够从外在的波动变动当中变得更强大，这个就是反脆弱。那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会更了解反脆弱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是我们在健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做重训其实你每次做重训呢，肌肉就会受到一些伤害，但是呢，
肌肉反而会因为这些伤害变得更强壮。那这就是一个肌肉它的反脆弱性。那还有一个可以很好理解什么是反脆弱的，就是抗药性。因为这些细菌呢，它们对于我们人类发明的这些药是具有反脆弱性的。凡是那些杀不死我，而且能够让我变得更强大的力量，就是我的反脆弱力。那我们已经讲了脆弱和反脆弱嘛，那现在还有第3个特质，作者在书里面有讲到的，那就是强固，英文叫做 robust。 强固就代表说一个东西它就算外在有变动、有压力、有各式各样事情发生，它都不动如山，完全不会被影响。强固的东西就像是一栋大楼、一个房子，基本上无论外面怎么样，刮风下雨，它基本上就是不动，它不会被影响。塔雷伯认为呢，世界上的事物都有这3种特性，也就是脆弱、反脆弱以及强固。这边要提醒一点，它这并不代表说所有东西它就会永远反脆弱，永远脆弱就是脆弱，永远强固就是强固，而是很多事物它在某一个时间点，它会展现出反脆弱的特性，可是可能超过那个临界点，它就会展现另外一种特性。例如说像刚刚讲的很强固的房子好了，我们都知道啊，外面发生地震啊，到某一个规模的时候，房子可能还是会被破坏。所以呢，房子它具有强固性到某一个临界点，那它之后就会变成脆弱性。反脆弱、脆弱也是一样，就像是人类对于压力是有反脆弱力的嘛，适度的压力对我们是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呢在工作上也许更有精神、更有效率。可是当压力超过到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身心都受到伤害，就是已经突破那个反脆弱力的临界点，然后变成是脆弱的状态。所以这本书其实它很大一个重点，它就是在讲说，那我们该如何将脆弱的东西增进它的反脆弱力，而怎么做就是接下去要讲的。反脆弱的概念可以应用到生活各个不同的层面，像是教育，那塔雷伯就说，越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的孩子，他的反脆弱力就越强。真的应该要让他能够有尝试试错这个过程，因为这些都能够提升他的反脆弱力。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虎妈吧，或者是有比较强的直升机父母的特质，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都做出正确的选择。可是呢，我觉得在看这本书之后，真的就让我意识到，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能力。或者像是我身为一个老板，我其实之前呢，我都会很害怕员工犯错，因为我会觉得对我的客户很不好意思，一定会在或多或少在各个层面上面造成他们的不便啊，或者是造成他们的一些损失。所以只要员工有做不好的地方，我都会积极的去当消防员啊，去灭火啊，或者赶快把事情导正。可是我后来发现呢，这样子的做法其实非常的不好，因为员工觉得啊，有事情有老板在扛啊，那个事情做不好，烂摊子有老板收拾。后来我真的就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就放手。那我发现呢，当我让员工承担这个后果，并且强迫他们去想他们该如何改进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公司的氛围就很不一样，每个人就变得更有责任心，然后更愿意去付出额外的努力把事情做好。那还有像是健康也是啊，像作者说这种间歇性断食啊，高强度间歇性运动都对身体是很好的，因为它让身体能感受到压力，能够变得更强壮。还有就像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职涯啊，我们的收入，假设你只有单一一份薪水的话，那其实是很脆弱的，因为假设你今天被裁员，你就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收入来源是能够很多元化呢，那你就可以很好的大幅度降低自己经济的风险，也就是提升自己的反脆弱性。Last but not least 就是杠铃策略。所谓杠铃策略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投资资产分成2份。那一份呢，就是投资在那些风险很低的，能够给我们稳定回报的事物上面。那另外一份呢，则是要投资在那些可以给我们高报酬，但是也可能是高风险的事情。就像是假设你今天想要当一个作家，那你可以采用的杠铃策略就是你找一份很稳定的朝9晚5的工作，那利用下班的时间、闲暇的时间继续的写作创作。那假设呢，作家这件事情真的中了大红大紫，那你就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报酬。那在平时呢，你也可以靠着你的稳定的工作持续的有获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杠铃策略。这本书真的是改变我看待很多事情的方式跟做法。
会以就是如何帮助我的系统更有反脆弱性的这个角度进行思考，然后决定我该怎么做。举例来说呢，像是寰宇资本的客人，他们大概97% 的资产呢都是投资 S&P 500，也就是说是非常稳定的投资方式。那另外剩下的3% 左右呢，他们则是投资在寰宇资本这种用深度价外选择权的方式帮助他们避险，这就是他们一般客户的杠铃策略。但在史考特·派特森的著作《黑天鹅投资大师们》当中呢，还有特别描述塔雷伯以及他的合伙人马克思以及他的合伙人马克·史考特·派特森史皮兹纳尔格有特别介绍塔雷伯与他的合伙人如何将反脆弱这个概念运用到他们的避险基金上面，帮他们的客户赚钱。早在2008年之前呢，塔雷伯就一直不断地在强调说，现在金融市场面临到很高的风险，并且他们也察觉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他们说，所有在做风险评估的模型呢，都忽略了尾部风险。也就是说，假设一般的风险评估其实最常使用就是这种中型模型嘛，常态分布的概念，两边它的尾部是一样的，中间就是大部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一般的风险模型他们都是以这种中型常态分布来做判断。塔雷伯跟史皮兹纳尔格说，这统计模型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极端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而极端情况他们通常发生的分布图呢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这边有一段它其实发生的几率很小，可是有很多这种小几率事件累积起来形成的后尾的现象。也就是说呢，今天有很多的事件，它其实单个来看它们发生的几率都很小，可是今天有很多个小几率发生的事情全部都累积在这模型的尾部，而这些事情呢，因为发生的几率很小，都被一般的风险评估单位忽略，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一些风险存在。这些只要有其中有一个它实际上发生了，并且对整个市场发生非常严重影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黑天鹅发生的时候。他们透过购买深度价外选择权呢，对抗市场崩盘。这种选择权就很像是为房子买保险，平常用不到，你真的可能还有很多投资人觉得说，为什么我平时我还要花额外的钱去买这些选择权，那根本就是好像拉低了我的投资报酬率。可是这件事情美妙的地方就是在于，当市场今天真的崩盘的时候，你可以从中赚到极高无比的获利。举例说明这个深度价外选择权是怎么样操作的一个情况。假设今天台股指数是18000点，他们买入的行使价呢是15000点，这6个月到期的卖权就是 put option， 那每一点假设是5块台币好了。当市场稳定的时候，这选择权就用不到，因为你的市场呢一直可能是在维持18000点啊，或者是买的卖权15000点以上。时间6个月到了，它就自动过期了，所以你损失的就是你买这个卖权所付出的成本，那就是5块钱一点，看你买了多少点这样。可是当今天指数崩盘的时候呢，就是假设今天股价降到了13000点，也就是你的卖权15000点以下的时候呢，那他们还是可以用15000点这个价格卖出，并且呢，他们再以13000点这个价格呢，重新的再买回来。也就是说，它每一点的获利呢，可以高达2000点。那假设再扣掉它之前用来买卖权的成本，就是5块一点呢，每一点的净利是高达1995点。也就是说，它获得的投资报酬率呢是39900%。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类选择权在平时基本上是毫无用处的，甚至呢，它可能还会拉低你的投资绩效。可是呢，当今天市场有大幅度变动的时候，这就可以为你提供很好的保护，并且呢，能够在下跌的时候为你带来巨大收益。成果验证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标普指数下跌了38.5%。
一般避险基金赔了19% 左右，那寰宇资本呢反而大赚115%。那在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一个尾部避险策略甚至帮他们创下3612% 的投资报酬。那塔雷伯跟史皮兹纳格尔呢，就总结他们的投资心得，总共有3样。第一个就是黑天鹅事件呢将会越来越频繁的发生，未来的世界将是由这些黑天鹅事件来主导。第二个呢，就是极端事件的影响程度呢是超乎想象的，但是这个风险呢却被多数的投资人低估，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积极正视的事情，而且也是一个投资的机会。那第3个呢，就是防止大跌其实比追求获利更为重要。因为就像是你投资下跌 50%， 感觉你好像只是跌了 50%， 可是当它要涨回来的时候，它必须要涨100% 才能够回到原本的高点。所以避免大跌这件事情呢，反而比追求获利这件事情更为重要。我们只要降低我们的下档损失，那我们的上档获利其实也会相对的增加。例如选择权和保险这些，就是能够在平时提供了一个固定的下档损失，因为你毕竟你是要不断的去购买这些选择权或是购买保险嘛，它都是很明确的损失，所以你是可以很好的计算你的下档损失是多少的。可是当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上档获利却是可以几乎是无限大。那最后呢，我想要分享《反脆弱》这本书呢，实际上是如何帮助我在思考我该不该投资杜拜房地产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你看杜拜房地产涨幅真的是看得让人非常的流口水啊，对不对？在全世界房地产的投资表现当中呢，真的是数一数二的，绝对是前3名以内。但是呢，身为一个理性的投资人，我就会想说，现在我应该要在我的投资组合上面增加杜拜的房地产吗？透过反脆弱的思考法呢，我就给了自己2个情境去做思考。情境1就是假设我是一般台湾的投资者，投资杜拜房地产对我的上档获利是什么？第一个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大幅度降低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嘛，也就是战争啊所造成的风险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你投资阿联酋的房地产，像杜拜、阿布达比，你赚的是德朗姆币，那德朗姆币跟美元是挂钩的，也就是说你是在赚美金的概念。赚取美金这件事情，也是在相对的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嘛。你能够从杜拜赚取美金这件事情，绝对会是优于投资泰国房地产或是马来西亚房地产，你赚泰铢啊、赚马币都没有办法提供你强势货币的保护。第3个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杜拜它很大一部分是靠吸引这些非常有钱的人在杜拜进行投资。那这些有钱的人呢，他们就是会要避税啊，或者是避地缘政治的风险。那这一个情况呢，在2025年还会持续下去，继续维持这种高度成长的态势。第4个呢，就是投资杜拜房地产的，你的总投报率是比其他地方高很多的，你能够获得 5.5% 甚至到 9% 这么高的总租金投报率，这个在其他国家是几乎不可能看到的。像台湾跟顶多就是 2%， 而且杜拜还免个人所得税，你还不用缴税给政府所以从总租金投报率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杜拜的上档获利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来看看下档损失。第一个最大的下档损失就是杜拜房地产，像刚刚讲已经连涨3年，但是涨多势必要回调的嘛。2025年就算继续涨，2026年、2027年呢，是不是有可能会面临到很大幅度的回调？而且像我们看杜拜或是阿联酋整个房地产的历史表现，它每一次回调可能都是30-40%，那可能需要5年半甚至到10年时间，房地产才能够恢复。虽然我觉得因为黄金签证的关系，所以它这一次的回调幅度可能不会像以往那么大，那它恢复的时间呢，也可能再更短一些。但是它毕竟已经涨了一段时间，所以它面临到回调的可能性是很高的。第二个呢，其实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资金量比较大的投资选项，而且它是流动性比较差的投资产品。所以假设今天
世界真的像是那个 Akhil Patel 那个18年景气循环作者所预测的，世界将在2026、2027年面临到很大的危机段的时候，是不是会影响我进场的选择性？我觉得现金水位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可能存在的下档损失。所以整体上档获利跟下档损失考量一轮下来呢，假设我今天是一般的台湾的投资人，我觉得只要今天资金许可，因为毕竟投资杜拜房地产，它的资金需求绝对是比投资泰国跟马来西亚还要再高的。可是假设你今天资金许可的话，我觉得投资杜拜房地产，就算是现在它的上档获利绝对是远远大于下档损失。那其实你的下档损失就单纯只是在于你如何管理好自己的现金流，确保呢，当你在遇到房市回档的时候，你能够继续的支付持有这个房子的成本，以及呢不会影响你接下去你继续持续买入好资产的那些机会成本，那些可能性。那第二个情境，假设是我自己本身的情况，就是我在阿布达比已经有房地产了，那我也有黄金签证，我是赚德拉姆币嘛，比我先生是赚沙烏地 Riyal， 那这两个呢都是跟美金汇率是固定的货币，所以相对而言，投资杜拜房地产能够给我很大的上档获利的部分就消失了，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有了，它能够给我的上档获利就仅是房价持续上涨的这个 capital appreciation 的部分。那下档风险呢，就跟其他投资人一样嘛，可能之后会有很大幅度的房市的回调，以及我是不是可能接下去有足够的现金能够帮助我在危机期的时候进行我的投资的部件。如果是考虑到我自身情境的话，反而好像下档损失对我的影响还更大一些。所以假设你今天是资金充沛的台湾投资者的话，我绝对会强烈推荐你现在就进场杜拜甚至是阿布达比的房地产市场。可是至于我自己本身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要再去思考怎么样投资产品能够帮助我更好建立我的反脆弱性，所以我还要继续再找。反脆弱性呢，真的是我2024年读到最好最喜欢的一本书。我知道现在已经2025年，我真的太喜欢了，所以我就一直拖延，就不敢写这本书的介绍。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本书，喜欢到它每一个注释啊，我都是很认真的读，然后真的是画了一堆红线。可是我真的必须说，这本书其实有一点难读，因为塔雷伯的写作风格有点拉拉杂杂，就是各方面的什么事情都要以这个反脆弱性、强固，然后脆弱来帮你分析判断一番，而且他讲话其实有时候还蛮啰嗦的，所以有时候读起来会有点辛苦。可是我相信呢，你只要今天看了我这个影片，能够 follow 这本书的底层逻辑，相信在帮助你阅读这本书上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我相信一定会跟我一样，从中获得非常大的启发，能够完全改变你看待事情的方式。所以你觉得你的人生足够反脆弱吗？有哪些领域是你想要改善、增进自己反脆弱力的呢？欢迎你都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好，那就先这样，拜。史皮兹纳格尔，这名字怎么这么难念啊？终于录完了，录到脚抽筋。